跟外向的孩子相比啊，内向的孩子似乎不太受待见，人们喜欢给他们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，胆小、腼腆、没礼貌、太慢热，所以很多家长看到孩子性格内向，都会忧心忡忡的，担心他交不到朋友，无法在社会上立足，于是急着改造他，希望他变成你理想中的样子。曾经我也为自己的内向性格而烦恼，也渴望像一个小太阳那样发光发热，更担心孩子的性格会随我。我们一直认为内向是一种缺点，但自从我了解内外向两者的大脑结构之后啊，才发现我们对内向的误解有多深。那么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哪里呢？第一点就是寻求新奇的基因长短不同。寻求新奇的基因它有调节多巴胺的功能，多巴胺是一种让人产生情感跟欢乐的神经传递物质。内向的孩子啊，寻求新奇的基因比较短，他对多巴胺的反应更为敏感，在安静的环境中更能获得充分的刺激。打个比方，孩子只需要一个人待在熟悉的地方，阅读一本书，安静深刻的思考，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就能获得快乐。所以内向的孩子喜欢安静，非常享受跟自己相处的时光。你要他去一个聚集了很多陌生人的地方，他反而感觉非常的不自在。而外向的孩子因为寻求新奇的基因比较长，对多巴胺的反应比较低，他们需要对神经更强而有力的刺激，所以他们喜欢人多的地方，又爱结交新朋友。只有走到人多热闹的地方，他们才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。第二点就是大脑的血流不同。脑科学家发现啊，内向的人大脑里面的血流比外向的人更加的丰富，大脑有大量的血液流动，意味着脑细胞可以获得充足的氧气跟能量，大脑就不容易疲劳，自然而然他的专注力就会更好了。另外，内向者的能量一般来自深层思考、探索这些内部契机，所以他们会把大脑的资源更多的分配到大脑中负责思考、学习、记忆、计划、决策这些脑区里面去。而外向的人呢，能量大部分来自外部世界的契机，大脑资源自然会分配到大脑中处理视觉、听觉、触觉以及味觉信息的脑区里面去。使用的大脑部位不一样，也就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，在学习上也显示出比较大的差异。著名心理学家李玫瑾也说过，太活泼好动的孩子因为注意力比较差，一般学习都不太好。但现在主流的学习都是安安静静的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，太过活泼外向的孩子很难保持高度的专注力，而内向的孩子在安静的环境中就能获得充分的刺激，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都会比较好。第三点就是大脑中主要使用的神经递质不一样，内向的人大脑主要使用的是乙酰胆碱，这种神经递质跟注意力、学习、长期记忆密切相关。内向的孩子只需要思考、感受或者反省某件事的时候，就能轻易的获得满足感。而外向的人呢，大脑主要使用的是多巴胺跟肾上腺素，这两种神经递质在专注力、运动跟学习能力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所以外向的人热爱运动，喜欢去人多的地方，因为这样能让他感到愉悦舒服。这也是为什么活泼好动的孩子让他去运动一下，把多余的能量消耗掉，再回来学习的话，他的专注力就会更加的集中。因为使用的神经递质不同，大脑加工信息也不一样。内向的人脑神经回路比较长，需要经过7个区域，并且信息的处理依赖于长期记忆。为了规避风险，大脑会把这些信息输送到额叶那里，最后才做出合理的决定。家有内向孩子的朋友想必都有这样的经验，碰到邻居让孩子叫人，
孩子却迟迟不开口。当他开口的时候，对方已经走远了。其实孩子这时正在考虑要不要叫人，用什么语气叫，毕竟是跟自己不太亲近的人打招呼，加上大脑处理信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，也就出现了这种慢半拍的情况。外向的人呢，大脑神经回路比较短，他只需要经过5个区域，信息的处理也依赖于短期记忆，而且大多数都是凭直觉跟经验来了解事物的。所以外向的人性格比较冲动，热度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性格没有优劣之分，内向跟外向都有它的可取之处。内向的人因为生来就拥有敏锐发达的神经系统，所以他们的大脑在感知外界信息时会更加的完整细致，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度的加工跟思考，所以他们更容易表现出容易受到刺激啊、害羞啊、内心脆弱啊等特征。其实父母只要顺应孩子的天性去培养，利用好他们自带的天赋，比如又爱思考啊、情感细腻啊、思维绵密啊、观察力好啊、专注力强啊，不断的挖掘他们的优势，发现他们的闪光点。内向的孩子一样也可以发光发热的。我这里有一份孩子潜能自查表，这份资料的测验来源于美国耶鲁大学。如果不想埋没孩子的天赋，可以在留言区扣1向我要。好了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。喜欢我的内容，别忘了收藏、点赞、分享哦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